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日奇观。今天接着介绍《午夜凶铃》第5部《贞子三弟》。据说网络上流传一个主播自杀的真实视频，只要看过就会离奇自杀。此时一名职业男正在全神贯注地观看这段诅咒视频，突然五官惊慌起来，然后就神情恍惚地走到马路中间，被车撞死了。另一边的女主小倩从梦中惊醒，看到男友孝泽还在加班工作，就贴心地为男友准备了一些吃的。不一会儿，警察赶到了事故地点，两个警察根据现场情况讨论着职业男自杀的事。这一周已经发生了多起年轻人自杀的事件，而且都是在计算机前自杀的。中村警察表示，好像是因为一段诅咒视频，但是老警察却根本不信这一套。这时正在上课的美女点子正在疯狂地寻找那段诅咒视频。就在她认真地刷手机时，小倩走过来没收了点子的手机。当点子把手机取回家后，准备观看那段视频时，却等了半天也没有反应，然后就失落地去写作业。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刚拿起手机，一只手就从屏幕里冲了出来，把女孩推到了窗外。另一边，小倩刚回到家，就看到孝泽的朋友卷毛也在寻找那段诅咒视频。没过多久，小倩就收到了点子惨死的消息。第二天，老警察到学校找到小倩，了解点子的情况，但小倩却并没有说出点子找诅咒视频的事。从办公室出来后，就遇到了点子的闺蜜北川，她认为是诅咒视频害死了闺蜜点子。老警察听到两人的谈话后，便让中村调查诅咒视频的出处。中村表示，诅咒视频真的存在，直播软件的5个管理员就是看到那段视频之后同一时间自杀的。全国也发生了20多起类似的可疑自杀案，而且还查到了最初直播自杀的主播，名叫博田青司。小倩、孝泽和卷毛也在讨论诅咒视频的事，三人都认为视频是不可能存在的，更不可能看完后无故自杀。紧接着，老警察和中村就来到了博田青司的房间查看。博田青司之前是一位有名的网络画家，因为遭到网友的评判和抨击，然后就公开直播自杀了。老警察却认为博田青司还活着，并不是诅咒视频会杀人。而小倩从同学那里得知北川也在搜寻诅咒视频，就赶紧跑到电脑室，刚进门就看到他被电脑里的头发死死拉拽着。紧急关头，小倩使出杀手锏，对着电脑长吼一声，贞子瞬间消失，电脑屏幕也被吓得粉碎。北川认为小倩是女鬼杀手，便惊慌地向外逃去，正好与调查案子的警察撞在一起。随后北川被送到医院治疗，小倩再次作为目击证人配合警察盘问。这次小倩承认了诅咒视频的事，但是老警察还是丝毫不信。后来校长出面帮小倩结束了审讯。回到家，小倩也向男友孝泽提起了诅咒视频的事。孝泽表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第二天，小倩在学校接到了孝泽的电话，表示已经知道了视频的大概内容，最后都会说一句不是你。刚挂断电话，楼道的灯就突然熄灭，接着就听到同学们的叫喊声。小倩急忙冲到教室，看到电脑上都是网页连接不上的画面，便疯狂地拉扯学生们逃跑，却被一个男老师制止，表示只是停电而已。同学们也对小倩的举动产生了恐惧感。由于点子和北川的事，校长劝说小倩在家休养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倩突然看到大屏幕上有长发飘出来，吓得她急忙蹲在地上。到家后，小倩告诉孝泽自己失业了。孝泽安慰道，刚好可以休息几天，出去散散心。可小倩却让孝泽离开自己可能会伤害到他。孝泽却满脸的不在乎，坚定地表示，不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。说完就来到客厅，此时的电脑上却播放着诅咒视频。小倩听到声响后赶紧过来关闭，却怎么也关不掉。突然一只手从屏幕里伸出来说道，就是你。说着就拉住了小倩，她再次发出狮吼般的女高音。
女鬼手臂和屏幕同时变成了碎渣。感知危险靠近，孝泽就拉着小倩向外跑去。刚跑到移动电视前，孝泽就被突如其来的头发直接给拉走了，然后屏幕又瞬间恢复正常。小倩则伤心地趴在屏幕前哭了起来。原来小倩天生拥有超能力。那一次，一个杀人狂对着同学疯狂乱砍，小倩见状，凭借河东狮吼救下了所有同学。同学们不仅不表示感谢，还认为他是个怪胎，处处排挤他。因受不了同学们的冷嘲热讽，小倩便想到自杀。就在她准备跳楼的时候，孝泽及时赶到，劝说小倩，并感谢小倩的救命之恩。而后两人的关系就越走越近。小倩来到警局报案，并说明诅咒视频是真的。可老警察就是不信，认为博田青司的自杀现场没有尸体，肯定是他在捣鬼。后来老警察亲眼目睹被诅咒的中村警察在自己眼前自杀。中村用生命告诉老警察，诅咒视频真的存在。小倩则行尸走肉般的游荡在大街上，突然看到了卷毛。卷毛表示下一个死的是学生北川，再不快点孝泽就死了。等小倩缓过神来，卷毛早已消失不见了。等再次看到卷毛时，也是吊在楼上的一具尸体。小倩狂奔到医院，在最后一刻成功救下了即将跳楼的北川。而老警察在听了中村警察的临终遗言后，再次来到博田青司自杀的房间，手刚碰到墙壁，棚内的蝴蝶就迎面飞来。原来墙壁上是博田青司和贞子的复仇计划，只要将女人分散到井里，怨念积累就会形成念力，贞子就可以复活，最后铲除全人类。知道真相的老警察赶紧找到小倩，然后带着她一起去找贞子所在的井中查看。老警察表示，博田青司就是为了复活贞子，给贞子找身体的容器。但是小倩清楚，贞子需要的容器就是自己。两人刚来到枯井边，就从里面爬出了很多的蜘蛛精，然后朝两人直接扑了过来。老警察瞬间就服帖地闭上了双眼。小倩疯狂地逃离此地，但是不管自己逃到哪里，都是那些蜘蛛精。打散以后又变成蝴蝶飞走了。最后逃到山洞，小倩却见到了更多的蜘蛛精。小倩利用自己的超能力，蜘蛛精瞬间消失。然后就看到椅子上放着一个手机，这正是孝泽的手机。小倩赶紧冲过去拿起手机，却被大 boss 贞子一把掐住脖子。原来贞子小时候因为有超能力而被人排挤，后来就被活生生的扔到井里，才会心生怨念。小倩牺牲自己救了孝泽的性命，贞子附在小倩身上成了贞子的载体。最后得救的孝泽把手机砸坏，从里面救出了小倩，两人又幸福的在一起。而贞子最终也隐藏在了小倩的体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